这是一台搭载了骁龙8 Gen 2的安卓掌机，在我看来，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？是不能打电话。其次就是 1080P 低刷新率的屏幕。而这是一台搭载了最新的超级强大的骁龙8 Gen 3的安卓电话掌机。它有着硬核的机身，边框机载了2480x1116分辨率高刷屏。如果你一不小心把屏幕拆下，它还会变成为一部手机。它可以打电话、拍照片，还能在明明看不见前置摄像头的正面实现前置自拍。它就是最新的游戏手机红魔9 Pro 系列，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。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它作为手机的部分。身为游戏手机，它在外观方面的游戏属性是拉得满满的，整机刚正平直，直到可以立住。本次红魔9 Pro 的背面设计堪称完美，它没有凸起的镜头模组，整体由一块透明的玻璃覆盖，只有补光灯位置有一点点突出，用相机已经很难拍出来了。玻璃盖板边缘有一定圆弧处理，不会有割手感。我这台为刀锋透明暗夜配色，暗黑色的机身配上金属的点缀，加上可以变换灯效的数字09以及风扇冷酷的蓝色，让整机充满战斗力。帅是真的帅，但是也有一点点沾指纹，不过还是丝毫掩盖不住它的质感。机身顶部有 3.5 毫米音频接口，往左侧依次是红外开孔、扬声器开孔、麦克风开孔。机身底部拥有另一个麦克风开孔以及另一个扬声器开孔。另外就是 C 口和 SIM 卡插槽。C 口为全功能满速接口，支持视频输出，理论传输速率10Gbps，拷贝速度很快。本次的双扬声器音质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大家可以听一下与小米14的对比。在机身左侧只有一个散热进风口，而机身右侧就比较丰富了。正中间是电源键，电源键左侧是音量键，再往左边是散热出风口。电源键右侧为游戏模式开关，可以把日常工作和游戏分开，一键开启游戏模式，蛮有仪式感的。开关右侧为第3个麦克风开孔，另外左右两侧还有2个触控采样率高达520赫兹的触控间键，反应速度与触控灵敏度都非常棒，震动反馈也非常扎实有力量，并且按键还可以发光，还可以在游戏空间中设置按压时的屏幕反馈效果。机身正面是一块来自京东方的6.8英寸广色域全面屏，出厂自带贴膜。这块屏幕支持10比特色深，支持120赫兹刷新率，并且支持超高的触控采样率。官方数据是全局960赫兹，瞬时可达2000赫兹，触屏体验十分跟手。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给大家展现出来。总之就是在用过红魔的触屏之后，再回到小米14，会觉得触屏不够丝滑，不够灵敏，也不够细腻。亮度方面，官方数据最高激发亮度可达1600尼特左右。在标准色彩模式下，通过串流粗略测试，色域表现情况还不错，大家可以暂停查看一下。屏幕排列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在点亮屏幕的一瞬间，这块窄边框全面屏会给到你非常强烈的未来感，尤其是在画面撑满全屏时，次世代的感觉扑面而来，屏占比应该是天下第一了。在游戏或者观影时，屏下摄像头位置几乎不可见，也不会被感知到，只会沉浸在无挖孔全面屏所带来的舒适之中。在浅色且干净的背景下，屏幕亮度较暗时，可以看到摄像头位置有一些涂抹痕迹；而在深色背景下，仔细冲着光看，可以看出摄像头原本的模样。总之就是不会影响吧，我个人认为已经接近完美了，除非你一直盯着那一小块不停的看。护眼方面，它配备了216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和类 DC 调光，在4000分之1快门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与小米14的对比。屏幕实际观感，这里将二者色彩都设置成标准模式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拍照方面，它的后置镜头模组由3颗摄像头组成，下方这个是散热风扇，而补光灯下方这个是微距镜头，没有长焦镜头。不过作为游戏手机是非常够用的，拍照流畅度也还不错。5000万的主摄，5000万的超广角，足以应付日常使用场景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拍摄样张。前置虽然是屏下，但是在光线充足的地方还是基本能用的，就是有点掩盖住了我的帅气。在光线比较复杂的夜晚，效果会略有下降。前置录像最高支持 1080p 30帧，后置是 4K 60帧、8K 30帧都支持的，并且还可以在 4K 60帧下开启防抖模式。说回前置，虽然拍摄效果一般，但是日常刷个脸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另外，它还支持人脸解锁，配合位置合理的屏下指纹，解锁易用性不错。
续航与充电方面，我手中的这台为红魔9 Pro 加，使用了5500毫安时电池加165瓦超级快充，官方数据充满仅需要16分钟。另外的红魔9 Pro 版本则是6500毫安时配合80瓦快充，其他一些差异大家可以暂停查看一下。略有遗憾的是，二者都没有配备无线充电。5500毫安时对比小米14可谓是耐用的多，尤其是这前1%是真的扛用啊！日常使用下来一天是妥妥的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果是超高强度打游戏的话，实测在均衡模式下开启原神最高画质，50%音量，40%左右亮度，游玩10分钟大概耗电3%到4%。估算一下，高画质原神的续航大概在5个小时左右。如果是红魔9 Pro 的6500毫安时，则大概在6个小时左右。如果是你会选择5500加165还是6500加80呢？在游戏过程中，机身的发热也没有超过40摄氏度，温度最高区域大概在37摄氏度左右。游戏帧数也是一直顶着60帧61帧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充电方面是支持充电分离的，可以自己设置最大充电电量，充电到这个数值之后就可以只为手机供电，可以保护电池寿命。系统方面，作为手机它肯定是合格的，但日常使用下来感觉不如小米14舒适，可能是我习惯了小屏手机的交互体验。红魔9 Pro 重量在230克左右，机身会宽大一些，单手持握需要适应一下。值得称赞的是，红魔考虑到了手机日常的使用场景 ，NFC 和红外模块都没有因为它的游戏属性而被砍掉。另外一些分屏啊、小窗啊、多设备协同等进阶功能也都一应俱全。下面我们着重来看一下它作为游戏机的部分。我们先把它装回官方的影刃2代手柄，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边框极窄的安卓掌机。作为安卓掌机，它有着骁龙8 Gen 3加 LPDDR5X 加 UFS 4.0的性能铁三角，并且配备了主动散热风扇来保证持续的性能释放。风扇2档速率可以调节，对应的噪音分别如下。基本开上一点游戏声音就听不见风扇声音了。有着这样的顶级配置，安卓游戏的运行效果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担心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官方的游戏空间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物理外挂吧。通过侧边开关可以直接进入游戏空间。首先就是这2颗触控肩键，它可以随意映射，可以设置左边开镜、右边开枪，这样我们的大拇指可以专心控制视角，比敌人快上一步。或者我们也可以设置左侧刹车、右侧油门，实现更符合直觉的操作。除了肩键，游戏空间中还拥有各种丰富的功能。从边缘滑动可以呼出控制中心，在右侧菜单可以实现一些系统层面的操作，比如设置刷新率、开启性能监控、开启风扇等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。左侧菜单上方可以进入能量魔方，在这里可以调节操控、调节性能、调节显示与音效等等等。左边菜单栏下方就是一些常用的物理外挂。首先就是这个 AI 触发器，它可以让玩家自定义自动动作，比如通过图片识别或是通过颜色识别而触发点击、连招、录屏等操作，自由度极高，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一下，用它都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操作。也建议官方后续给到玩家在不同游戏中实现各种功能的预设方案。下面还有一些其他功能，比如辅助抽卡、一键连招、快速秒表、辅助线等。这里说几个我个人觉得比较过分的啊。首先就是这个狩猎模式和侦察模式。狩猎模式可以让你在游戏中加上滤镜，帮助我们在各个场景下猎杀敌人。翻到下面还有一些趣味性的滤镜我们可以体验。这个侦察模式本质上就是一个倍镜，开启之后屏幕中心区域会直接放大，这样就根本不需要去找什么倍镜了，直接一键放大击杀远处敌人。如果你拿的是一把狙击枪，还可以开启这个准星辅助，开启之后可以设置开定自动隐藏准星，关静自动显示准星，这样就能把狙击枪当成手枪来用了，威力可想而知。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没啥，我们还可以配合官方的影刃2代手柄，通过手柄映射来玩游戏，用摇杆控制视角，实现 PC 或者主机端的操控体验。在不同游戏中还有官方的预设方案，方便玩家上手。不过目前摇杆对于视角控制的模拟还可以继续优化。如果你觉得这些都还不够，我们还可以连接键鼠来游玩射击游戏，用鼠标控制视角，用键盘控制移动、换弹等操作。如果你觉得这样游玩屏幕小了，还可以外接大屏，直接把手游玩成了 PC 端的 CS。有了这些物理外挂，玩个手游你还怕输吗？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对手在用什么设备玩手游。
除了安卓游戏，我们还可以搭配影人2代手柄游玩各种 PC 移植游戏，比如《怒之铁拳4》。或者我们也可以游玩模拟器游戏。我尝试安装了一下把老男人儿时回忆塞满的天马 G 前端，但是在安装天马主程序时显示版本不匹配，可能还需要等待天马官方适配安卓14。不过我们可以自行安装模拟器来运行想要游玩的游戏，比如 NDS， 再比如 PSP。当然，测试模拟器性能肯定少不了 PS2 的战神2。实测我们可以以5倍分辨率流畅运行战神2，高清又丝滑，这个已经是强到没朋友了。就是这个屏幕比例有点难受，调整到16:9的话，画面正常，但是会留黑边；调整到全屏的话，画面会被拉伸。不过话说回来啊 ，PS2 都已经彻底征服了，其他 PS2 同时期或者比 PS2 更久远的模拟器都可以非常流畅的运行，我们就不一一测试了。下面我们来尝试挑战一下8:3的模拟器极限。首先声明一下，下面要测试的模拟器，我个人极其不推荐，只是为了测试8:3。这些模拟器 bug 多，折腾成本大，游戏体验远远不如正版主机与正版卡带，请大家不要对此行为进行模仿。我随便试了一些游戏，大部分目前还未对8:3做出适配，无法正常运行。在能运行的游戏中，大多数都能在不做任何设置的情况下流畅运行。在建立缓存时可能会有一定卡顿现象出现，待缓存建立好之后就比较丝滑，甚至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开启 1080p 的底座模式来游玩。配合官方的影人2代手柄，它就变成了 Switch Lite OLED。但还是提醒一句 ，Switch 目前很便宜，真的想玩 NS 游戏的话，还是建议原弹化原始。另外，野炊系列目前也还没有适配，没能运行成功。最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2款软件的串流延迟情况。这款影人2代手柄是完整的 Xbox 360手柄，并且配有线性扳机与可扩展的背键，串流玩 PC 游戏还是非常舒适的。它与小鸡鸡8手柄基本差不多。想详细了解这款影人2代手柄的朋友，可以翻看一下我频道中小鸡鸡8那期视频。看了以上测试，你是否心动了呢？这是一款十分优秀的游戏手机，它正面无挖孔、无遮挡的全面屏，背部无镜头凸起的纯平背板，它的散热风扇、它的游戏空间、它的触控肩键、它的炫酷外观与 RGB 光污染，都让它在游戏手机界立得稳稳的。如果你是轻度手游玩家，可以综合自己对持握手感、对拍照、对一些日常使用场景的需求，仔细考虑一下。如果你是重度手游玩家，直接买就完了，它绝对会给到你顶级的手游体验。好了，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的朋友还请支持一下，还有就是记得关注我，我是峰峰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